小楊，我單打總是害怕發球。接網方面，如果對方搓得很轉，我接不到。底線方面，如果對方推得很快，我也接不到。怎麼樣可以讓我的步伐變快呢？來不及接球，可能不是因為你啟動慢，也許是啟動時雙腳站位出了問題。什麼時候應該右腳在前啟動？為什麼同樣的啟動方式，楊能搶網，小帥卻來不及接球？為什麼楊能預判對手何時推球，小帥卻不知何時左腳在前啟動？類似的問題還出現在後場回位步伐中，總感覺接搓球或推球都來不及。步伐來不及可能不是你跑得慢，是你的啟动意識出了問題。提高啟動意識需要先理解左腳在前與右腳在前啟動的區別是什麼。一個視頻教會你回位步伐與啟動選擇的核心要素，幫助你從容預判，步伐快人一步。Let's go！ 視頻中，球拍是川崎弓箭 Z650，中感微微偏硬的好上手進攻派，力傳導舒適，出球乾脆。啟動分為前後啟動與平行啟動兩種。起球後，因為要首先防守中場下壓球，所以多採用平行啟動。而打網前後，因為對手此時擊球點不可能打出中场下压球，前後站位啟動可以更快速向前後場移動，此時啟動會有明顯左右站位区。什麼時候右腳在前啟動？什麼時候左腳在前啟動？當我們右腳靠前站在場地中心等待接球時，啟動時左腳蹬的可將身體向右前蹬出，右腳蹬的可將身體向左後蹬出。則右腳在前時，只要球落點在紅線方向上，都可直接蹬出重心；若球落點在黃線方向上，則需要先改變雙腳站位才能移動。左腳在前啟動時的情況正好相反，落點在黃線方向上，可直接蹬出重心移動，但依然會出現有兩個點無法直接蹬出的情況。怎麼樣才能讓左右腳站位選擇更精準？通過前幾期視頻，我們知道啟動時機一定是在對手擊球前。既然是在擊球前，那就必須進行啟動預判。啟動預判依據的是自己的出球，自己出球的目的性會直接影響到啟動效果。啟動預判時思考的重點不是猜對手習慣，或者要將思考的重點放在自己的回球會使對方更容易打出什麼球。通過自己的出球來預判下一球的啟動方式應該怎樣選擇。比如，當我們只能接球時，無論怎樣啟動都會有兩個點無法直接蹬出重心，步伐很被動。但當可以擊球後再接球時，通過自己擊球效果更容易預判對手的出球角度，從而使啟動方式的選擇更準確，步伐會比只能接球主動很多。如何通過自己的出球進行啟動預判呢？當我們離球網較遠還想扔出進網球，只能將球上拋大弧度後下落。此時球雖然進網，但留給對手的搶網時間也更多。當我們靠近球網時，留給對手的搶網時間大大減小。離球網較遠又想讓球貼網過，那麼球的落點一定無法靠近球網。當我們接球時，對方來球越近網，我們搓出进網球越簡單。對方此站位下，若想來球貼網，落點一定很遠，讓此時擊球點離球網也很遠，很難搓出进網球。但此擊球點推出平快球的威脅更大。如果對方扔进網球，楊搶不到高點，就無法打出有威脅的推球。對方靠近球網時，不可輕易打進網，只有遠網才不容易被搶高點。對方接我們遠網時，更容易打出有威脅的推球。當遠網後，可選擇左腳在前啟動，防止對方推球。由於對方擊球點靠後，就算他搶搓進網，威脅也不大。推球威脅大，左腳在前啟動，可讓球拍離推球落點更近，方便抓住後期。對方離球網遠時，可以打進網球，但一定要保證對手搶不到比網高的點。
此時對手搓進網球威脅更大，所以右腳在前啟動更容易搶。綜上，若對手站位離球網較近，我方海打軟過頭，很容易讓對手搶高點搓出進網球。若對手搶到高點進網球，也可以推挑，所以此時不可以打軟過頭。對方靠近網前時，我方要打硬過度，此時會限制對方無法打出高質量進網球，但對方更容易推平快球，所以啟動方式選擇左腳在前。如果右腳在前，對手推重複落點就很被動了。這個球陽跳起來收掉，騙到了對方。收掉是進網球，觀察到對手搶不到高點，則沒有了推球威脅。於是陽右腳在前啟動，方便快速搶網。陽擊球時，對手在後場。陽搓進網球後，因為對方很難搶到高點，所以右腳在前啟動，準備搶網。他進網的出手條件是對方搶不到高點，此時果斷選擇右腳在前啟動，可更快速搶網。發球也是一樣的，發球時如果只是把球發過去而不思考下一拍，會很被動。注意看小帥，基本每個發球的力度都一樣半柔，對手適應他的發球節奏，可以上來搶球，也可以推平快球。他的每個發球都一樣，導致他失去了通過自己出球預判啟動的能力，只能老老實實右腳在前啟動。至於接不接得到，全看對手的出球，主動權完全在對方。而陽的發球帶有目的性，當陽發硬球時，會限制對手打出高質量進網，只需把注意力放在抓推上就行。所以陽在發硬球後，可預判左腳在前啟動，防止對方打出高質量推球。因為此時若右腳在前啟動，需要轉身勢來補球。若對手推反手位，視斜線時間更長，忽然改變節奏發軟球，也會讓對方不容易搶到高點。沒有了推球威脅，可大膽右腳在前準備搶網。軟球等同於進網球效果，搶不到高點是無法打出有威脅推球的。此時右腳在前啟動，後退以發球通過軟硬變化，可限制對手擊球方式，從而改变啟动方式。將啟動選擇的主動權把握。